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说德国忙着罢工，法国忙着革命。今年欧洲的经济可能增长比较困难，与中国的总 GDP 的差距越来越大。据德国电视一台近日报道，德国去年2022年实际收入连续3年下降，而且去年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3.1%，是2008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可能生活在中国的人很难理解，人的收入怎么会连年下降呢？其实呀，收入连年下降的，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并不少见。过去3年由疫情的影响，又加上去年到现在德国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似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实行制裁，或者是俄罗斯其他方面也实行制裁，所以呢，其后果就是在欧洲，还有在美国等等国家，导致物价飞涨，对不对？据德国统计局统计，过去2年是40年来通胀最高的2年，就是去年2022年，统计局的数字是通胀8.7%，但是老百姓的感觉绝对不止8.7%，甚至更高。但是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另一方面，德国人每年工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那其后果不就是吗？就是德国人的实际收入连年下降。德国中央银行估计，高通胀在德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到底多久呢？他没有告诉你，所以不得而知。朋友们，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回顾一下过去30年，我不知道你们年纪如果是50岁以上的，可能有这个概念。过去30年，在中国，你们的工资增长，比如说你们父母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过去30年工资增长了多少倍？如果你不知道，比如说你可能只有20岁左右，那么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或者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到底过去30年他们的收入增长了多少倍？比如说30年就是1993年到现在2023年，那么1993年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是多少呢？我有非常深的印象，因为呢，我当时在国内工作过，我是1994年去的德国，也就是说，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有一份工资收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当时是辞职的，当时我最后领那份工资是1993年，当时是大概220块钱，在我们当地属于中等的收入。我相信呢，当时全国人的收入，它的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也就是说，当时小地方和一线，当时没有一线这个说法，应该差距没有现在大。所以呢，我估计当时全国的平均收入，1993年的时候有工作的人大概是250块钱，而现在2023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同等这工作可能现在是3000到4000块钱，对不对？当时是220块钱，我领到最后一份工资。如果是大城市，比如说一线的，可能是1万块钱左右；2线的可能是6、7千，对不对？也就是说，过去30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大概是增长了15倍到30倍，高的甚至更高，大概就是15到30倍。好了，那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德国，过去30年，大家猜猜看，德国人的账面的工资的收入大概增长了多少？增长了5倍、10倍还是20倍？可能大家没有概念。我可以告诉大家，毫不夸张过去30年，德国人的账面工资的收入增长了1倍，仅仅1倍。所以现在中国、德国两国人的收入，它的差距呢大幅缩小。现在很多德国人其实呢都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因为你看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它哪是发展中国家？德国人一直在问比如说中国，你看前几年已经成功进行了火星探测，对不对？还进行了月球取样，还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站，还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再加上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另外，目前这个很火热的话题，电动汽车技术也是全球领先，早已超过德国的电动汽车技术了。另外呢，现实生活中，在德国，我只说在德国从电脑到手机到各种电子电器等等等等，大部分呢都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生产的。可以这么说吧，过去30年，德国几乎是原地踏步。我相信呢，德国并不是个案，
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原地踏步或是几乎原地踏步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就是说，过去30年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而像中国这种超大型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最穷国之一发展成为全面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还有在很多方面，甚至呢超过了发达国家。大家想想看，除了中国，在这个地球上还能找到第二个像这样的国家吗？不可能，没有。我们回顾过去，除了疫情这3年之外，在过去中国人的整体收入应该是每年都会上升的，而且上升的幅度不小，否则不可能有过去30年大家的工资收入增加了15倍到30倍这样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何德国的媒体自己都说德国人他们的实际收入连年下降，以及我自己说的过去30年德国人的工资只增长了1倍。像德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我今天不会特别触及这个话题，我就简单说说吧。一个原因是人家起点高在1993年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数据，当时德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5000美元。大家想想看，同期也就1993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 GDP 有多少呢？告诉大家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当时呢只有300多美元，而德国呢已经25000美元了，这差距有多大？当时我到德国的时候，我真的不敢想，中国要何年马月才能追上来我都觉得不可能，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30年过去了，德国现在人均 GDP 大概是5万美元，而中国过去一年2022年大概是12500到13000美元左右，大概就是13000美元。德国5万，而中国现在已经追上来到13000了。所以在全球像这样大的经济体，不可能找出第二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次，由于德国人民所得高、收入高，那意味着用工成本也高，对不对？所以德国工业只能走高端路线。但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抢占德国在世界的市场份额，所以导致德国的经济很难有亮丽的表现。第三个，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谈的话题，德国的工会势力特别强大。对这个工会势力强大，我持正面和负面的态度。我想从2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雇员方面，作为雇员，如果有个强大的工会，那肯定是好事。强大的工会意味着雇员的权益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比如说涨薪、休假、解雇，还有反歧视等等。那么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强大的工会意味着雇主不敢为所欲为，也不能随意践踏雇员的权益。今天我就以我自己在德国当过雇员来谈谈此事。刚才说了，我今天主要是想谈谈德国的工会。德国的工会分2类，一类是工业联合的工会，另外一个呢是私人公司的单个那种工会。德国这种工业联合工会它的势力特别强大。比如说，现在呢正在德国全国正在进行总罢工，就是由德国那个 Verdi， 它是服务行业的工会，以及德国运输行业的工会，这2个工会号召就是今天全国总罢工。所以如果是今天你去德国的话，去出差、旅游等等，你会遇到非常麻烦，就是说可能呢你想去的地方去不了，机场关闭了，或者呢你去了机场，但是没有人值班等等。火车今天呢全国几乎瘫痪。想想看，如果在中国，火车全部高铁没了，其他慢车也没有了，全国都不开火车了，想想看，这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而德国今天就是这种状况。联合工会在德国帮雇员争取各种权益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联合工会呢，一般是由工会出面跟雇主谈判，单个公司那种工会就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了。所以呢，像这种公司一般来说是雇员自己跟雇主谈薪资，所以相对于那种联合工会，在那种只有单独工会那种公司的雇员，他们的福利待遇相对来说要差一点，除非你的能力特别过人。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与联合工会有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段时间关于法国的新闻，关于德国的新闻，对不对？尤其是法国现在全国罢工、闹事、革命等等这种新闻，对不对？法国有革命的传统，
至于法国工会有强大的号召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国现在全国性罢工或是全国性的革命，它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马克龙要推进所谓的退休年龄改革，就是说把原来退休年龄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法国人不干了，法国的工会不干了，于是呢号召起来与马克龙斗。其实啊，作为在德国这边人，我非常羡慕法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好多年前啊，德国已经是铁板钉钉上的事了，已经形成法律了。我们的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到67岁，到我退休的时候，只能是67岁的时候才能开始领退休金。而法国，你看现在62岁，他改革是64岁领退休金，即使改革成功，那也要比德国早3年时间啊。所以说我特别羡慕法国。而这个现在法国闹革命啊，全国性的啊，而且是很暴力的。我这次呢，例外我站在马克龙这边，因为法国的经济本来就不好。如果你那么早退休，法国的养老系统是不是不堪重荷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是自私的，不会想那么长远。但是我认为啊，从法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延长退休年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站在马克龙这边。刚才说到，德国这边早就形成了67岁退休，而且更变态啊！这几年有各种各样的政客老是拿出来讨论，说要把德国人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我的天哪！所以有的德国人苦笑说，干脆别退休了，直接从工作岗位进坟墓吧。而且即使那个时候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德国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那种大罢工，就是零零星星的而已。所以德国人就自嘲地说，我们德国人呢没有法国那种齐心协力的革命传统。确实德国没有。对比就知道，法国啊经常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而德国这种全国性的罢工就非常的少，顶多就是1个行业2个行业这样组织起来罢工，给雇主施加一定的压力。从关于法国的国际新闻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国大革命，现在反对退休年龄的改革，可以看见警察荷枪实弹的啊，非常的暴力。如果按照西方报道中国的那种风格，那中国的新闻也可以说，你看那个警察随便镇压这个民主积极分子，随便镇压反政府的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也可以这样报道西方，对不对？但是中国没有啊。就是很明显啊，就是西方报道中国的时候，还有报道他们自己的时候，采取的是2套不同的标准。对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是视而不见，或者有的政客还有些媒体说，你看你们这些游行示威的人太暴力了，警察镇压你们是活该。在欧洲，在德国，工会有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他们的会员上街游行示威，上街罢工，而且罢工是每年或者是每2年都会上演的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大家呢也习以为常了。我相信啊，今天看这个视频的网友，有的中国朋友，或者有些其他海外的华人去过欧洲，去过德国，然后呢自己切身体会到在欧洲罢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景象。比如说，有的人到了航空公司那里，或是到了机场那里，傻眼了，航班取消，或者是要坐火车的，突然火车也不开了，然后呢想去机场的去不了，而且即使去了机场，没有人值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罢工了，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空乘人员罢工了，或是飞行员也罢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罢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钱呢，money 啊。而且在德国，在西方可能也差不多，雇主与雇员谈判一般有一个固定的程序，一般是1年或是2年一次。到了薪资合同到期之前，工会呢可能会雇主一个报价，也就是呢告诉雇主，今年我们想加薪的幅度是多少。于是呢这个讨价还价就开始了。这个跟去菜市场去买菜非常像，一般是这样，工会先提出一个高于他能够接受的那个心理幅度的加薪，比如说他心里能够接受可能是10%，然后呢他提出加薪是15%，然后把这个报价呢交给这个雇主。这个加薪幅度看这个各个行业了啊，比如说今年吧，我就说今年德国呢，看各工会，有的提出加薪10.5%，有的提出加薪15%。
雇主得到这个报价之后，当然会表示非常不满，非常惊讶，说万万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太高了，太高了，我这厂就关闭了。如果是我答应你的要求，就直接关门了。所以呢，根本不同意。于是雇主也会开一个价，比如说雇主说我最多能够给你们加薪5%，然后呢，工会得到雇主这个报价，大怒啊，说你耍我们啊，绝对不行。如果雇主现在不低头的话，那就进行第一次罢工，就所谓的警告罢工。一般来说，在德国是持续1天，给雇主一点颜色看看呀。随后，雇主可能会提高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如果雇员还是不满意呢，那个联合工会一般来说会做一个民调，就是在他们那个会员之间做一个民调。如果大部分人赞成继续罢工，那这罢工真的会继续下去，这样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直到双方各让一步，然后达成协议。比如说双方能够接受今年加薪7%，然后呢罢工才会结束。但是呢，也有双方各不让步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总不可能一直罢工下去，对不对？好了，这个时候呢，双方要找一个台阶下，但是双方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找一个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了，他出面调停，就有点像前段时间中国调停沙特和伊朗又附脚一样，在德国工会和雇主之间谈判也是这样的模式。这个德高望重的人要工会能够接受，然后雇主也能够接受。通过他的调停，一般来说，最后呢会达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加薪幅度，然后罢工结束。现在德国又到了罢工的季节，也是我最痛恨的季节，因为呢出行还有生活相当不方便。前面提到，由于过去这几年遇到了4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胀，人民实际收入连年下降。今年是疫情之后呢第一次这个薪资谈判。雇员方的工会呢，要求他加薪的幅度会非常大，所以呢，今年这个劳资谈判呢会非常的艰难，也就是说，罢工这情况会相当的普遍。这意味着今年的罢工斗争呢非常的激烈。这段时间以来啊，德国各个行业罢工此起彼伏啊。比如说昨天我输入了罢工这个词，全市你看头条都是罢工罢工罢工的，全德国都这样。今天已经是礼拜1了啊。在中国，我们这里是下午，德国刚刚是上午。礼拜1，现在这个时候，德国那边刚刚呢是全国开始总罢工的时候，是德国这服务行业这联合工会以及运输业的联合工会号召举行全德国的罢工，以此来要挟雇主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刚才还看了德国的媒体，德国现在机场受到很大影响，火车德国几乎全国停运瘫痪了。刚才我前面提到，我在这里呢又重复一次，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在全中国高铁都停运了，全部停运了，这个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啊？对不对？而现在德国就这样啊。那么在德国今天罢工，机场还有飞机会怎么样呢？这意味着，如果罢工期间你想坐飞机旅行啊、度假啊、出差啊，你必须先搞清楚你的那个航班还开不开。如果你的航班没有取消，可能你去了机场，可是也傻眼了，没有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他们也罢工啊，所以你的出行也泡汤了。那接下来我们看铁路到底怎么样？有的网友说，既然这个飞机不开了，那我坐火车去啊。好了，坐火车你得先看看啊，罢工期间你必须自己了解你的火车还开不开。即使你的那趟火车开了，也许中途突然会停，那个司机罢工了，他不开了，你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了，就这样两头不到岸，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另外，室内交通呢，在罢工期间，室内交通可能也全部瘫痪，就是说地铁啊、巴士啊，全部都不开了。有的网友说，既然飞机不飞了，火车不开了，公交也没有了，那我就不用去上班，待在家好了。对不起，不行啊，德国有法律规定，作为雇员，你有义务按时去上班，有没有罢工也不管你，准点到工作位置。所以怎么办呢？只能打的啊，或者是走路啊，对不对？其他老板可不管你啊。也就是说，罢工不是不去上班的理由。而在德国，如果你打的去上班，非常非常的贵啊。
我认为德国打的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5到10倍，而且在德国它是非常保守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出租系统它是垄断的，没有网约车，不像中国那样。如果服务行业罢工，那倒垃圾怎么办呢？清洁工怎么办呢？这个清洁工在德国也属于服务行业。好了，如果罢工期间呢，也许1个礼拜，也许10天，没有人来倒垃圾。如果是夏天，那就惨了，到处臭烘烘的。在德国稍微好一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10天半个月没有人来倒垃圾的。听说这种现象呢，在南欧国家比较普遍，比如说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呀，也可能西班牙呀，有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半个月没有人来倒垃圾，而且他们那边气候要比德国温度更高一些，所以他们那边臭气烘烘的现象比较常见。然后呢，老鼠们呢也出动了。另外，刚才说到了德国运输行业号召今天举行全国总罢工，那快递呢也属于运输行业，对不对？现代社会少不了网购，德国也不例外。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就是说没有罢工的时候，德国的快递也不算快。像德国 DHL 在德国，我认为算是最快的啊。它一般来说是第2天或者第3天能够到，慢的3、4天在德国。但是别忘了啊，德国的国土面积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的省份那么大。在中国，就是我们的快递，如果是同城的话，可能当天就到；如果是同省的话，第2天、第3天到。但是在德国，第2天到的现象比较少，一般是第3天，有的是要3到4天的时间才到。在农村可能更慢一些。而且在德国，这个快递呢服务绝对没有中国好。比如说在中国，那个快递到了之后，那个快递公司会打电话给你，德国想都不用想，没有这样的。某个小区有那种柜子啊，像在中国这种比较普遍。德国呢，只是一个城市可能有几个点，不可能在一个小区或是每个小区都有一个那种柜子，就是放快递那种柜子，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叫。德国目前呢，这种基础设施真的赶不上中国。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啊，德国的快递不快，可是呢，德国号称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是它的快递的服务呢，真的要比德国的快，这不得不服啊。那么罢工期间有没有快递呢？没有。罢工1个星期的话，1个星期都没有快递。所以呢，如果是你要网购什么，碰到没有快递，那就麻烦了。而且罢工结束之后要恢复这快递啊，可能要处理那么多的那个快件，需要很多天的时间。也就是说，罢工到结束到你能够拿到包裹，可能呢要10天半月都不一定。以上列举呢只是几个方面，当然呢还会遇到其他行业罢工。所以到德国你们去出差啊，去旅游啊，必须弄清楚，或者呢必须有遭遇罢工这思想准备以及你的替代计划。否则到时呢，搞得你措手不及。比如说，你错过你的航班了，那你的整个假期就完全打乱或者泡汤了。一定要计划好，一定要先看看到底，比如说你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国家近期有没有罢工，这个是非常严重一个问题啊。既然罢工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当地的人到底支不支持罢工呢？可以告诉大家，只要罢工的要求不过分，大部分民众都是非常支持罢工的，因为他们认为是作为雇员、作为老百姓的一种权利。接下来我想说说对德国这种有强大工会的社会，我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我的态度比较复杂，我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意见。当然，支持强大的工会，主要是从雇员的角度去看。正因为拥有工会，所以能够通过工会的力量，帮雇员争取公平的薪资和福利等权益。在西方这种选举制国家，他们的政府啊执行力特别的弱，所以一个强大的工会是保持雇员雇主平衡的一个主要的手段。所以我认为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是必不可少的。我强调是成熟社会，等一下我再深入这个话题。另外，我反对这个工会的势力过于强大，理由是从雇主的角度看，如果你的工会过于强大，会增加雇主的各项人力成本，还有其他成本。比如说罢工了，你的生产停顿了，你有工会，表示你的各种用工成本可能也会增加，人力成本增加，还有其他成本增加，那表示你的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增加，对不对？所以你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啊。如果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那表明
你的产品没有竞争力，那就等于其他国家的，比如说中国的产品呢，会蜂拥进来，然后呢，把你的产品击垮，把你的工业击垮。所以呢，这也是由于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导致了像德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体呢，他们的经济很难有亮丽表现的原因之一。工会过于强大，会造成呢经常性的罢工，以及罢工时间长短不一，这非常不利于投资人他的计划。所以呢，这也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否则可能会导致你的合同无法按期执行，或者根本执行不下去。比如说你想解雇某个人不行啊，或者你想加班加点啊也不行等等，对不对？所以导致你的项目无法按时完成，你的合同无法执行，非常多的后续的问题，后果就是打乱你的投资计划，或者大大增加你的投资成本。这也是全世界投资人特别青睐中国，一个是因为中国政府它的执行力特别的强，另外一个呢，中国的工会相对来说它是弱势的啊，所以极少有罢工的现象。又加上中国人非常勤奋，所以投资计划一般来说在中国都能够正常的执行下去，而且按时，有的时候可能会提前完成。但是西方国家还有学西方那些国家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印度、非洲、南美等国家，他们好的不学，把西方那些什么律师呀、工会等等全搬过去，工作效率很差，政府执行力也不高，还有行政部门可能会非常腐败，导致企业家他们投资成本超级高，隔三差五罢工，雇员呢过分强调自己的权益，不想加班加点等等等等，所以导致投资人望而却步。印度的投资环境其实也不好，它比其他那些小的穷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内部市场比较大，有规模优势，所以其实啊，在印度投资它成本其实挺大的，而且可控性很小。这也是导致你看印度虽然咱们的起点差不多，可是现在印度他们人均 GDP 只有中国1/5的原因之一。其他诸如非洲那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啊，本来他们市场就小，又过分强调雇员的权益，工人们又很懒散，政局不稳定，又腐败等等等等。如果不是为了他们资源，谁想到你进行长期投资啊，对不对？没有投资哪来的工作机会？没有工作机会哪来的税收？如果政府没有税收，怎么能够投资到民生工程呢？对不对？没有民生工程，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所以呢，这是一环扣一环的。由于工会势力过于强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给经济发展产生了阻力，特别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也是导致西方国家以及其他那些非西方国家、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采用西方那种体制，他们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前面提到，你看过去30年，德国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呢只增长了1倍，而同期在过去30年，中国人的收入增长了多少？对不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4.4倍，是德国的4.7倍，是印度的5倍，是英国的5.5倍，是法国的6.8倍，而且这差距呢，特别是与西方国家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了，哪个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优势，哪个制度有劣势。尽管很多人在批评中国还有东亚人的996，其实呢，我也不喜欢它。但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吗？能有今天的物质水平吗？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前面提到，虽然中国的工会它的势力比较弱，可是中国的政府有非常强的执行能力。肉眼可以见到，过去这些年，中国政府他自己主导的帮雇员争取这种权益，这个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所以雇员的权益也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强大的工会帮雇员争取很多的权益，但是政府出来主导这个，我觉得这种模式也不错呀。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且我觉得像中国这种模式，由全国人大颁布法律，用法律规定你这个雇主要给雇员什么样的权益，这种模式比较好。因为在中国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罢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一个是可计划，一个是可控，而且不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不像在德国，你看今天全国铁路总罢工，你看全国的货运还有这客运会给德国的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在各个方面吧，要比同等收入的那些
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要好得多，就是这原因。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也学西方那套，让它的工会势力特别强大，那么还有多少企业家想来中国投资呢？没有人来投资，没有工作，你怎么养家糊口呢？所以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你是想要特别强大的工会，天天组织罢工，还是想要像中国政府这样主导的，通过全国人大颁布法律，然后呢帮雇员争取权益，哪种模式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去考虑。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